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世界上有一家公司管理着1万亿美元的庞大资产 ，CEO 是个加拿大人，在这个位子上稳稳做了23年，带领公司股价涨了2600%。华尔街大佬比尔·阿克曼近期重仓了他，将其定为旗下基金的绝对核心持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如果你平时经常浏览各大投资论坛或者中文社交媒体的财经板块，你大概率很少看到有人热烈讨论 Brookfield 这家公司。大家每天都在为英伟达的算力、特斯拉的销量、微软的云服务吵得不可开交。相比之下，这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资产管理巨头简直低调的像是不存在一样。他的 CEO 布鲁斯·弗拉特走在纽约华尔街的街头，可能都不会有几个路人能认出他。他从来不去挤那些热闹的财经脱口秀，不发表充满争议的政治言论，也不像很多科技圈大佬那样在社交平台上呼风唤雨。他写过的商业书籍，一年的销量可能只有寥寥几千本。但是资本市场的计分板从来不看谁的嗓门大。过去23年，弗拉特带领 Brookfield 创造了2600%的回报率，而在这个相同的漫长时间周期里，标普500指数的涨幅大约是700%。也就是说，这台沉默的赚钱机器在长跑中不仅碾压了大盘，甚至跑赢了苹果和亚马逊这样光芒万丈的科技巨头。比尔·阿克曼作为潘兴广场的掌舵人，在华尔街向来以眼光毒辣和行事高调著称。他曾经做空过康宝莱，也曾精准抄底过许多伟大的企业。当他公开披露将 Brookfield 作为第一大重仓股时，很多习惯了追逐热门科技概念的普通投资者感到大惑不解。要弄懂阿克曼的底层逻辑，我们就必须把时钟拨回30多年前，去看看布鲁斯·弗拉特是如何在废墟中建立起这套商业哲学的。1990年，年轻的弗拉特加入了一家名为 Brascan 的加拿大公司，也就是 Brookfield 的前身。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会计师。紧接着1991年，加拿大房地产市场迎来了史诗级的崩盘。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开发商瞬间破产，高楼大厦变成了无人问津的烂尾楼，银行手里捏着堆积如山的坏账，欲哭无泪。就在整个市场陷入恐慌，所有人都在疯狂抛售资产的时候，弗拉特所在的团队做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们拿着手里仅有的现金，去向那些焦头烂额的银行大笔收购那些位于城市核心地段被严重错杀的优质商业地产。那场危机给弗拉特上了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一课。当流动性枯竭、恐慌情绪蔓延时，那些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真实资产，其价格会被压缩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位。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长期的资金，这就是捡钱的最佳时刻。2002年，年仅37岁的弗拉特正式接任 CEO。他接手时，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大约是400亿美元。他上任后做了一件彻底重塑公司基因的事，他不再仅仅用公司自己的钱去投资，而是开始大规模吸收外部机构的资金，转型成为一家全球顶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我们都熟知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封神之路，其核心武器就是保险复存金。巴菲特用源源不断的成本极低的保费去收购那些能够持续产生复利的伟大企业。弗拉特用的是一套异曲同工但规模潜力更为庞大的模型。他不局限于保险资金，他把目光投向了全球的退休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养老金。这些机构手里握着全球超过100万亿的庞大资金。这些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追求1-2年的短期暴利，他们需要的是长达10年、20年，能够稳定抵御通货膨胀，且能按时支付养老金的可靠回报。有什么资产能完美匹配这种需求？答案就是真实资产。弗拉特带领 Brookfield 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扫货，
他们买下了横跨美洲的高速公路、欧洲的深水港口、南美的书店网络，以及遍布全球的巨型写字楼和数据中心。普通投资者平时很少有机会去投资一条跨国输电线或者一个大型水力发电站，这类资产的准入门槛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天然就把散户挡在了门外。但正是这种极高的资金壁垒，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护城河。一旦你拥有了这些基础设施，你就等于掌握了现代社会运转的命脉。无论经济是繁荣还是衰退，人们总要用电，货物总要进港，数据总要在服务器之间流转。这些资产不仅能带来稳定的现金流，而且其收费标准通常都与通货膨胀率挂钩，具备天然的抗通胀属性。在这个庞大的商业版图下， Brookfield 逐渐形成了4大深不可测的业务引擎。第一个引擎，也是目前最具爆发力的，是可再生能源与转型业务。Brookfield 手里捏着价值126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资产，是全球最大的水力、风能和太阳能投资者之一。近期，这块业务迎来了一个震撼全行业的里程碑。Brookfield 与微软正式签署了一份高达 10.5 吉瓦的全球可再生能源供应合同，这是人类企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笔清洁能源采购协议。为什么微软要签这么大的单子？这就涉及到了当下的核心主线——人工智能。随着 ChatGPT 等大模型的爆发，科技巨头们都在疯狂建设数据中心，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就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电老虎，它的耗电量是传统数据中心的几倍甚至10几倍。微软、谷歌、亚马逊不仅需要海量的算力，还需要庞大的符合环保标准的绿色电力来支撑。在这个领域， Brookfield 已经悄然成为了那些科技巨头们根本无法绕开的底层能源供应商。第二个和第三个引擎分别是基础设施与私募股权。在基础设施方面， Brookfield 拥有38000公里的输电线路、350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以及遍布全球的收费公路和港口。这些资产就像是经济大动脉，稳稳地收取着过路费。在私募股权板块，弗拉特在2019年完成了一笔大师级的操作，他收购了由霍华德·马克思创立的橡树资本 Oaktree 的多数股权。霍华德·马克思是华尔街公认的困境投资之王。当经济环境大好时， Brookfield 的基建和房地产业务大赚特赚，而当经济陷入衰退，企业债务违约潮来临时，橡树资本就拿着大把的现金冲进市场，去廉价收购那些破产重组的优质资产。这套组合拳让 Brookfield 在任何经济周期下都能游刃有余。第四个引擎是财富解决方案，这可以说是弗拉特在复刻巴菲特的终极武器。通过收购 American Equity Life 和 Argo Group 等保险公司， Brookfield 迅速做大了自己的寿险和年金业务，这直接为公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长期复存金。有了这笔不需要随时应对赎回压力的廉价资金，弗拉特在进行大型跨国并购时就拥有了比普通私募基金大得多的底气和灵活性。这套用保险资金反哺资产管理的玩法，弗拉特用了不到5年时间就走完了巴菲特在伯克希尔摸索了几十年的道路。我们来看看这套庞大的商业机器在财务报表上的具体表现。财报永远是检验一家公司护城河最诚实的温度计。在 Q1 的财报中， Brookfield 的财务数据向市场交出了一份无可挑剔的答卷，其核心指标可分配收益在单季度达到了16亿美元，而在过去的12个月里，这个数字更是累计突破了60亿美元。这可不是那种靠着财务调整做出来的账面利润，这是实打实能够分配给股东的真金白银。在现金流如此充沛的背景下，公司管理层也没有把钱拿去挥霍。财报显示，他们在近期回购了接近10亿美元的自家股票。弗拉特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非常笃定地说，随着资金部署的加速和新基金的募集，业务会在全年继续变强。我们再来横向对比一下估值，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阿克曼会在这个时候选择重仓。
目前 Brookfield 的母公司 BN 的市值大约在1100亿美元左右，如果用它过去一年60亿美元的可分配收益来计算，市盈率大约只有18倍。18倍市盈率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数字？在如今这个稍微沾点人工智能概念就能把市盈率炒到40-50倍甚至上百倍的市场里，18倍买入一家管理着上万亿资产、利润连年稳定增长的全球寡头，简直是便宜的让人难以置信。如果我们拿它去和华尔街另一家另类资产管理巨头黑石集团进行对比，你会发现黑石的估值倍数要比 Brookfield 高出不少。很多华尔街投行在对 Brookfield 进行分布加总估值分析时得出结论，它旗下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房地产、私募股权和保险业务，如果单独拆开来算，其隐含的内在价值比当前的股价要高出至少30%到40%。这种显著的估值折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Brookfield 庞大的子公司体系和复杂的交叉持股结构，让很多普通的分析师和研究员感到头疼，不愿意花时间去深挖。但这恰恰给了像阿克曼这样精于基本面拆解的大佬一个完美的套利空间。除了估值优势，弗拉特在公司治理和接班人布局上展现出的深谋远虑，也是机构资金敢于长期托付的重要原因。很多伟大的公司在创始人或长期 CEO 老去时，都会面临巨大的接班人危机。但60岁的弗拉特早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2026年2月，年仅35岁的康纳特斯基被正式任命为资产管理子公司 BAM 的 CEO。特斯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惊人战绩，早已在内部确立了威信。微软那笔历史级别的清洁能源大单，正是他主导操盘的结晶。弗拉特保留了母公司 BN 的 CEO 职位，他要在接下来的10年里稳稳地扶着这位年轻的接班人走上正轨。这种平稳有序甚至有些枯燥的权力交接，正是那些追求绝对安全的主权基金和养老金最想看到的画面。当然，作为深度分析，我们不能只看光鲜的一面。投资 Brookfield 同样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宏观风险。作为一家深度涉足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巨头，它的业务天然带有较高的杠杆属性。虽然这些债务大部分是与具体项目绑定的无追索权债务，但在当前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高位、全球流动性收紧的大环境下，高昂的再融资成本无疑会侵蚀一部分利润。此外，商业地产板块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处于调整期，特别是北美核心城市的办公楼空置率问题，依然是悬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一片乌云。其实，散户投资者在面对市场时，最大的劣势并不是信息不够快，而是资金的性质不同。普通人的钱往往带着焦虑，总是希望今天买入，明天就能翻倍。而像 Brookfield 背后的那些主权基金，他们的钱带着跨越周期的从容，他们等得起一个项目5到10年的建设期，也熬得过经济衰退的寒冬。阿克曼之所以将庞大的资金托付给弗拉特，就是因为他看透了这种资金性质上的降维打击。当整个市场都在为了下一个季度的芯片出货量而疯狂焦虑时，有一个低调的加拿大人正拿着全世界最便宜、最长期的资金，悄悄地买下支撑这个现代社会运转的每一条公路、每一个港口、每一条电缆。无论下一代人工智能模型是由 OpenAI 开发，还是由谷歌主导，那些庞大的数据中心都需要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来驱动。在科技巨头们为了算法和算力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这台安静的加拿大复利机器只负责在底层的基础设施上，向每一个路过的赢家收取属于他的过路费。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